各位请看。我们2个结婚5年了，自从跟了他，我没享过一天福。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可是他太窝囊了，我真的好失望。他现在对这个家不闻不问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日子过得一塌糊涂，我对他很失望。我也想每天和孩子在一起，可是如果我不出去工作，那孩子吃什么穿什么，我靠得住他吗？他一点本事都没有，根本不像个男人。我觉得他现在心态已经改变了，是他要求太高了，跟我过不了穷日子。本来生活挺幸福的，现在过成了这样。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吧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王先生29岁，来自湖南个体；女嘉宾谭女士27岁，同样来自湖南个体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，结婚几年了？将近4年多了。到底几年吧？5年了。确定哈？确定。我们是11年结的婚。好，他们俩这个结婚还挺有意思的，啊，据说是因为男生帮女生讨工资，所以才在一起的，是吗？啊，是的。怎么会讨工资讨到了一起了呢？就是他公司吧，我们在一起在一个公司嘛。啊，同事。同事。就是老板欠他的工资不给，也有5、6千块钱啊。我觉得他个子不很高，感觉让老板欺负吧，我看不过去。我跟老板说，他出来也不容易是吧？家庭情况也不是特别好。我说你给他，老板说这不关你的事，你来拆一台干嘛？没必要。我就说行吧，我说干脆我们走法律程序吧，告劳动局告他。就这样，经过这件事，慢慢的就相处的多一点吧，可能就这样对我有好感了一点吧。谈了多久他就嫁给你了呢？我们谈了3年，从认识到结婚3年。我们是08年认识的，他也是我的初恋。那会儿应该觉得他特别有英雄气度吧？对，但是现在我觉得，那么伤心的话也说得出，不像个男人，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？我们不是以前开了一个小影楼吗？然后他就是负责拍宝宝照，但是我在那中间的话，我要怀宝宝，我根本没时间打理。他经营了2年，实在开不下去了，还亏了3万多。但是我就觉得这也不是办法，我就找我朋友借了钱，然后又开了一个广告公司，平面的广告公司，我就全程的打理所有的外面的一切，他就怪我在外面怎么样，然后还怪我不顾家，我就感觉他天天在家里太不是男人了，知道吧？所有的家都是我去承担，我就搞不懂这是为什么。就是你怎么说呢？你不顾家。我有一次嘛，我们小孩生病感冒了，发高烧，将近40度了嘛。当时我心情很急，只想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是吧？我忘记带钱包了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他说啊，这么粗心大意啊，但是我现在没时间啊，我有事接待客人啊。我说那行吧，我就很生气，把电话挂了。他很不顾家。但是我过去了呀，过去了，但是也很晚，就是很晚过去。他就是很不顾家，不在乎这个小孩子。现在你们等于在经营广告公司是吗？谁在经营？基本上我打理的比较多。那他干嘛呢？他基本就是里面内部的事情归他管理。那不他也在管吗？但是你应该知道，现在生意很难做啊，不可能你说天天客人等着给你送钱来吧？应该都要在外面去交涉嘛，他又不会交涉，所以这个事情应该都是我来处理。他反倒现在说成这样，反倒就是我不顾家了。他说你不顾家是吗？还说我跟别的男人怎么样。就是有一次嘛，我一个生意上的伙伴朋友，他就怪我坐了那个男的车，觉得我跟他有什么。但是我从楼上面亲眼看见你们下车之后还聊了2-3分钟，说的有说有笑的。但是将近8点了，所以我很质疑。他们在楼下只是说笑笑，没有吻别吧？那没有，那不就是？所以我觉得很怀疑，这跟这个男的关系不正常嘛。说话就不正常了。好吧，反正那你现在就等于你觉得，就因为他这样怀疑你，所以你觉得他不够爷们儿是吧？还有很多事情啊。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好，因为就是他爸爸妈妈给我的
一个那个老房子，下雨天还起个霉，就几十平。你像孩子大了嘛，4岁多了啊，还过了2年就要上小学了。我就觉得是不是给予孩子好一点的生活环境，就是学区房。但是让我很气愤，就是他没告诉我啊，就跟我爸爸妈妈去说，我们要买个学区房。就是要爸爸要钱，把这个老房子卖掉。我没有问他要钱呢，我觉得但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说的呀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年纪这么大了，没必要向父母要钱，我根本就没问他要钱。我就说我们可以2个人贷个款，然后把这个老房子卖掉，然后就一起努力，一起去还房贷，买个好点的房子。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啊，我是为了我们的儿子啊。但是你有想过我们的儿子吗？我跟我孩子报个兴趣班，我报了个舞蹈班，觉得现在的小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他结果就好，他说你还发那冤枉钱，觉得我花的钱就是不该。我觉得我们小孩不是很大，报了个兴趣班跳舞嘛，我感觉到他没那个天分，就是很硬的那种感觉，跳舞没那个天分就是天分不是后天培养的吗？但是那个兴趣班1学期要5000块钱。我觉得没必要。还有一次就是银行卡在他身上嘛，手机我绑定我的，我收到信息某某某啊账号啊今天消费了将近3000块钱啊，我打我3000多块钱，我不是消费给孩子吗？但是你没必要买那么贵的，但是我们的经济条件只有那么好。我跟我朋友出去逛街，他说这个东西挺好的，我跟孩子买怎么了？你不可能什么跟别人攀比嘛？就买的衣服鞋子啊，我觉得这挺普通的。买了多少衣服多少鞋子3000多？就是买了一个牌子的，然后就是衣服鞋子多买了几套，小孩子穿好一点，自己也有面子一点嘛。反正我感觉他喜欢攀比，跟别人什么东西喜欢攀比，你还好意思说攀比？就是国庆的时间，我跟同学去聚会，你看别人都是开什么车，我坐个公交车，啪啪的开过去，愁死人了。所以什么不一样的4个人一样的开呀？你还好说，你的是什么车，我都不好意思叫你开过去。难道他的车能飞吗？一样的是在地下跑啊，他又不能你开个什么车？每次都这么跟争。他开个什么车？就是一个2厢的小车。我觉得别人都是开的20-30万的车，你开个这么样的车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觉得没必要跟别人比富有，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就可以了。还有别的吗？他不体谅我，真的不体谅我。我在外面拼死拼活，他结果倒好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这么没本事，我觉得。家务谁打理啊？我打的多一点吧。孩子谁接谁送？差不多。就是我送。因为我有时候去上班，顺带他就去接，他接还我，他接。你们俩不是一个公司，怎么你上班他不上班？因为他有时候起得晚呀，他去得晚呀，结果每次就是我去送啊，他就来的公司来的晚一点。所以你现在觉得我老公特别不能干，笨笨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比不上你那些朋友的老公是吧？对，没面子。就感觉我过得比他差了一等一样的，过得比别人。我问你，他对你好吗？还可以。还可以是个什么意思？生病了的时候挺关心的，关心你。然后我工作累，有时候他也会做饭呀，我那些事情都不怎么要我做。家务事也很少让你做。对。他挺体贴你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孩子好吗？就抠。不，对孩子好吗？就是抠，很抠。抠就说明人家会过呀，你挣的不多，当然抠着点了。但也太那个了，为什么我觉得上舞蹈班他不行啊？他就是抠啊。孩子自己喜欢跳舞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让他上，那个当妈够糊涂的了。所以我就不喜欢他，因为他没那个天分，别浪费钱，知道吧？本来我们他想买个好点的房子，我想这个方面省一点，能省就省一点嘛，是吧？你们说实话，你觉得现在幸福吗？幸福。你觉得现在幸福吗？不幸福。你为什么觉得幸福呢？我觉得我老婆很能干吧。老婆很能干，儿子还很可爱。你觉得很不幸福？不幸福。最不幸福的是什么？儿子肯定特可爱，是吧？那你不幸福，没钱吧？没钱啊？买不起房啊。还有呢？这最简单的，你说一个女人最基本的生活品质我给有啊。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啊！所以你们看怎么办吧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题。挺幸福的啊，看着。
我问其实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如果说换了一个学区房，特别理想的学区房，但是这个男人呢，因为要赚钱啊，他可能1个星期都回不了家一次。换了一辆你喜欢的车啊，你说你朋友开几10万的车，那可能呢回来的那一天，他也要所谓的应酬到半夜。你愿意吗？愿意换吗？这样的生活？这样也不好。也不好，对吧？对。但他给你钱了呀。但是这种也太那个了吧，感情也会淡掉啊。哎，你自己把答案都说了，所以钱等于婚姻的幸福吗？你现在不就说了吗？老公说我觉得挺幸福呀，你说不幸福，我没钱。钱等同于幸福吗？不等同，对不对？你希望生活过得更好，拼搏向上，我认可。但是你用所谓的大房子、好车这种物质的攀比，来告诉儿子说我不要让你输在起跑线上。但是如果儿子的成长是在这种不健康的攀比过程中长大的，他才是输在了起跑线上。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家庭的幸福，是父母的恩爱，是你们的共同的爱陪伴他成长。所以钱买不来幸福的，对不对？先生，这眼眶都红红的。我理解你爱这个家，爱这个女人，但是他刚才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早上上班他早就去了，你还在睡着呢。你不够努力。有时候很累吧？很累，女人打拼也很累啊。女人先天的生理条件比男人就要差啊。对。她不累吗？她也累，但你累就可以不起床，让她早点去上班，你多睡一会儿。你不够勤奋，不够努力。你的妻子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勤奋、努力向上的男人。也许这方面我没做得好吧。对呀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位可以调整的空间都很大。谁擅长什么，能够给家庭做的贡献多的是哪块儿，我们把优点放大。也许你做饭没有他好吃，他做好了，他做业务不如你强，你就多跑点业务好了，何必那么计较谁付出的更多呢？好好调整吧啊，不是大问题，祝你们幸福。好的，谢谢严老师。徐总，我断定你们是来秀幸福的。如果不是，那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一个踏实的男人，专一的男人，顾家的男人，在自己的另一半遇到最大的问题时挺身而出的男人，是不是好男人？拥有这样的男人，是不是一种幸福？而这几个词儿都是形容你的男人。你的男人有一个特点，相对来说内向，不是做销售啊，去外头呼风唤雨，朋友很多的那种人，他不是，他反而是像家的一个男人。说他踏实，而在你看来呢，他是抠。那好，我问你，如果太像你一样大手大脚，跟自己的朋友攀比，那这个家怎么办啊？他不省，你也不省，家怎么办？所以他只能省，这是踏实。第二，他很顾家。当你在外拼搏的时候，是谁在想办法分担你的责任？是他呀。因为孩子生病，有了父亲在，你还能踏实在外面去拼搏的话，谁给你这份踏实？谁在顾这个家？是他呀。这个公司里面，你主外，他主内，分工很合理。我请问，你每个月给他开多少工资？你是老板呀，给他开多少工资？没开过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不拿工资给你干活？你是老板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们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对。他有用没用啊？就这么样一个男人，不善交际的，但是当你遇到你的老板不给你钱的时候，谁替你要回了工资？谁在作为你的依靠，在帮你出头？是谁？是他呀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爱你呀。反过来说你，攀比啊，开始比车，比花费。我不知道你一个月你家庭收入多少，一下刷3000块钱，只是给孩子买些衣服，你觉得这件事儿谁做的对呢？
果没有这么一个主内的男人帮你去管这钱，你这些钱早就造了。我还真建议你把财务大权啊交给他，兴许你那个房子的梦想啊就能实现。你能挣，他也能挣，目的是一样的嘛，都是要为一个美好的未来去奋斗嘛，只不过大家重心战斗的战场是不一样的。赶紧回去甜甜蜜蜜的好好过日子好吗？一起规划小日子特别美啊！就这样。哎，谢谢曲总，何老师。也不光是他一个人，其实有挺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的。哎，你那3000多块钱给孩子买衣服，怎么不给他买一件？淘宝上有买呗。哦，他就在淘宝上买，孩子就买那么贵的是吗？如果你只是普通女人的虚荣，其实没什么。但是无论是开的车、同学会、孩子买衣服，你都提到了面子2个字。所以你买衣服真的是为了孩子好吗？你是为了看上去有面子。你买车真的是喜欢车吗？其实只是为了有面子。其实有的时候你还真能理解他，为什么啊？你说女人应该爱男人的什么？容貌、才华、富有、人品。傻子都知道应该爱人品，人品是根本的。但如果在一个女人面前戳着4个男人，是吧？一个颜值高，一个很有钱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很有才华，一个只是老老实实人品好，你会选哪个呢？你肯定会选前面3个，因为相比之下人品是最看不出来的。不出事儿的时候人品是最不值钱的，只有出了事儿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哇，人品好好啊。我作为一个女人在外面，我也觉得很累，但是有时候就是你反倒还认为我不顾家，我就觉得很委屈。我希望你能多理解我一下，不要说我不顾家，我希望你相信我。反正在以后的日子，我们2个人互相包容，互相相信对方，为自己的工作，为了孩子，一起创造明天美好的未来。以前我有什么错，做得不好，那你误会说我不是个男人，也许有的方面肯定没做得好，那你也很生气，说句对不起，请原谅。谢谢2位挺红的。哎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
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网、乐视网、PPTV、居力、爱奇艺，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？哟呵，哟呵，来嘛来嘛，来吧，来，完了，走了，哭了，对着镜头说再见呗。来嘛。哎，你也挺坏的。你赶快飞奔过去亲他一口呗，快点！哎，这谁教你的呀？编导。啊？编导。那就是编导挺坏的。上来其实看到了妻子真爱你的那一面啊，现场落泪。啊，说明他很在乎你，对不对？对。在不在乎人家嘛？那过去吧。这男人有没有用啊？这男人挺有用的，说两句。让他过来。不，男士差不多就行了，快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一人走一半嘛。对了。来，亲一个。嘿嘿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帮一下就可以了。亲一下，你有没有担当？快点，亲一下。我有这样的男人，哦呀，笑。小子，你还是得努力啊！肯定努力了。来吧，祝你们幸福啊！谢谢。行了，牵着手走吧。